嗨，大家好，我是赵阳。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不管你是买新机或者是中古机，怎么样来验机哦。那以我多年收购苹果电脑的经验，我们会有我们自己以前有一套完整的这个 SOP 来检查各个机器。当然，今天介绍的就是说，不管是新机收购或者是旧机收购，我们都会有一系列的主要几个项目来检查。当然，这个没有办法100%哈。那如果各位有去买中古机的话，也可以参考我的流程哈。那首先我们拿到机子哦，不管是这个笔记型的哦，或者是这个 iMac 桌上型的，那首先我们要检查它的外观啊，那看是不是有磕碰哦，那检查外观是不是有划痕哦，或者是有损毁、撞毁的哦，这个是第一步外观。那当然，接下来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序号哦，一般我们会查验序号哦，看是不是有可能是外面的拼装机、组装机，亦或是这个官方的这个整新机，或者是展示机。那通常来讲，全新的这个机器卖出来，它的需要应该是 M 开头。那 N 开头就是所谓的换新机，原厂的换新机。那之后还有一种叫做整新机，就是它原厂有故障然后回去整新之后再卖出来，那它是以 F 开头那个需要是以 F 开头那简单的就介绍了。但第二步，我们可以看到，你打开来外观之后，首先我们要检验的是这个萤幕萤幕到底是不是有磕碰、有划损那这当中我们也会提到的，就是说，有很多这个消费者他拿到机器之后，他会贴保护贴这是我们比较不建议的。那另外我们在收购的时候看到机器有保护贴，那我们都会要求这个客户消费者你自行把它撕掉，因为这个保护贴厂商太多，良莠不齐。那加上这个 MacBook 它的这个 Retina 的萤幕有镀膜，那你如果贴了不好的保护贴，一撕下来，连这个什么镀膜 Retina 的镀膜全部撕下来，那萤幕就报销那没办法，那就要换一整块萤幕，那花费的这个金钱就恐怖了那首先我们拿到机器，不管是新的或中古的，随便打开一个软体譬如说我们打开一个这个记事本，首先记事本，然后文字编辑。好，那我们首先要检查键盘，那你依序把每个键盘都按一下反馈是不是有正常，是不是按一下会回弹那触感是不是正常，那是不是打字会打出来那这个是它检查的重点。那依序每个按钮，譬如说这个亮部这个萤幕的调节快捷的按钮等等，这个都要查询的那这个灯光那这个快捷键多媒体光键那声音大小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我们查验的重点那一般还有这个就是触控板，或者是说它是 iMac， 它有买原厂的滑鼠或者是触控板，那触控板也要测试一下两指右键滑动等等指标是不是正常，那手势是不是正常比如说手势是不是正常往前推往下推那滑鼠的方向键，那到里面去设定检查看看是不是正常那第三步是我们要查验的是什么，就是这台机子的讯息那我们就点的白苹果关于这个电脑还有系统报告
那系统报告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检查这个电源哦，看一下它电池的讯息是不是正常哦。那循环总容量，还有现在的状态、充电状态，那循环的次数是多少？不管是新机或中古机，新机当然是越少越，新机当然是要循环次数，你刚拿到应该是在1以下哦。那如果是中古机，就看它的年份，或者是它有没有换过电池。那换原厂的或不是原厂的，这边都可以看得出来哦。最主要是使用的次数哦。那看看这个是不是都有正常哦。那再来是这个显示器哦，这个记忆体、处理器、记忆体是不是跟它所描述的一样？当然，如果你是买中古机，那最好要求它有外壳哦，包装的箱子都还在，还有就是有没有发票，或者是发票的影本，这个是我们评断一台机器在评估的时候一个依据。那接下来你可以拿着这个随身碟啊，随身碟。那比较新的当然就是有 Type C， 那像这一台比较旧的。那你可以拿个这个随身碟哦，自己的啊，插进去使用看看各个接口是不是都可以。那当然买新机它不可能让你拆到这么彻底，可是你回来这每一个插孔都要注意的哦。好像这个就正常，以此类推，你每个所谓的外接的端子外接孔你都要查验看看。那接下来也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个接口的部分，接口像这个也要这个 SD 卡的，在接口的部分，如果是新机的话，要特别注意这个接口是不是有磨损哦。那如果一新机有磨损，这就有问题了哦。这个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在这当中，我们买新机，很多网友都会想要说，要把这个贴个萤幕膜，这个是不建议，保护膜是不建议。好，再来就是这个键盘膜。那键盘膜，我的建议是各位千万不要装。你好像看起来是这个在保护键盘，其实它是这个孔都还是有散热的作用，而且键盘膜上去之后，因为这个MacBook 苹果电脑的笔电，它的盖起来它的密度是很小的。那如果你再加个膜上去，盖久了之后，你手上有油脂，那就会印在这个荧幕上面，非常的不方便。再加上如果你稍微有进个灰尘的，甚至是沙子，那就会长时间长久之后，你就会割损掉你的，会划伤荧幕这是切记的一点。那当然最好是裸机使用。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这个笔电的保护壳，笔电的保护壳。那笔电的保护壳是不是有必要？那其实就要看厂牌，看厂牌。那因为理论上它这个苹果电脑它这个设计上，它是靠铝合金，也是机壳在散热。那你多过一层的话，也会影响它散热。当然，如果你需要保护的话，我建议还是这种壳子不要开孔，要比较严密的。像这个壳子，你看，这个就摔过了当然，它也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那至于保护壳，就是看各位取舍，它不是那么必要不像是这个我们手机这种保护壳，因为我们手机都是拿在手上，有可能会掉落，或者是平板都有可能会掉落那这个是要切记的一点。它等于说手机、行动装置平板，这个是刚需，但是在笔电来讲，它就不一定是刚需看各位的需求。然后我们拿到机子之后，如果有时间或者是中古机，那萤幕的测试跟 CPU 的测试，我的建议是，因为可能场地的需求等等，最好是建议你拿着这个拿着这个手机打开那个灯光
把它照一下，这个萤幕的四周，看看有没有什么坏点啊。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背景，最简单的方法是把背景更换掉啊。我们把背景到设定这边啊，然后一下子而已。好，萤幕，这是桌面啊，我们把桌面换成是单色的，好，换成是单色的，譬如说这种单色的白色的，啊，颜色来看，来察觉到底这个萤幕有没有坏点或损坏。当然亮度也是一个重点。再来就是我们要测机子哦，尤其是新机或中古机，最少都要跑。那中古机在检测的时候也要有一段时间。那这要怎么检测呢？那最好你就是开启网络啊，上个 YouTube 啊，上个 YouTube 播放的影片。那播放影片当然就是以你机器的为准。那以现在新的机器都可以跑 4K， 那就到上 YouTube 跑 4K。一来你可以知道 CPU 运作正不正常 ，RAM 的运作，还有就是 GPU 的运作，再加上网络的运作。那大部分的时间，你如果中古机买的话，测一下大概啊，让对方同意测个5分钟，播放个5分钟 4K 以上的影片啊，看看这个电脑运作正不正常。那如果是你自己买了新机，那我建议各位一定要做这个动作。如果说你不用这个烧机的 APP 软体去测试它，其实也没我的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哈，因为你把它吹个紧绷哦，就是说把它做极限测试，只是在浪费这个你的硬体的使用寿命的资源而已。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我刚刚讲的 YouTube 的这个影片哦来播放，那你最好是播放个8个钟头哦，新机先烧一下8个钟头、10个钟头，看它存取的状况是如何。那如果早发现，你就可以早维修或者是更换新机啊。那这就是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的，就是不管你是购买新机或者是中古机，查验机子的方法。好，谢谢各位，记得订阅哦，拜拜。